看一下国蛋 Dr. Paper Volume 2 Intro and Diary Freestyle， 这算是一首11年的老歌了，听一下。我真的很久没有完整的看过这个 MV 了，真的是超过10年了。但是我看之前有可能几个月前国蛋的访谈，感觉他这个人的这个外貌没有怎么变化，好像当 rapper 的都不是很显老。就是你一直都能够从国蛋的歌里头能够听到他对东海岸 hip hop 纽约的那种 influence， 你看这种 beat 就很有质感，他的采样就是听起来有点 jazzy， 但是还是很古典的那种。但这一段是没有歌词的，我记得这首 MV 的前半段是没有歌词，后半段的Diary Freestyle 有歌词，重新听一下。我刚听到那是 Just Blaze 的 beat 吗？或者说是 remix？ 真的好多歌都好老了，都有点挖不回我的那个记忆，要听一听才能够唤醒。在那个夏天注定生活改变，换了个身份，那是个长途跋涉，放下对过去的憎恨。建筑高的压迫路上，随时有人争论，比出你的手势。如果真的试着生存，其实的眼神都瞪着，不需要谁的认可。请让我再次介绍自己，叫我 Dr. Paper。那个时候他应该还是走的那个 Dr. Paper 的概念，我不知道最近这半年1年哈，因为我才刚刚关注了国蛋的新的频道，好像是叫 GDNY， 应该是他自己的品牌吧。大家我估计在 comments 也有推荐国蛋的歌，但应该是几首新歌哈，我会慢慢去听。如果没有世界末日，你会听到这个说我英文太多的人 I don't give a motherfucker。 如果我们都还活着，什么是你要拼搏的？他们说我只是运气，哪配得起伯乐？也许一个梦想回到那时让我过了。你看结合歌词这种 MV 的画面，其实真的每一个 rapper 都是从小的场地演出做起，然后做到大的舞台。但是有一些 rapper 是在商业化之后就离真正 rap 地下嘻哈这件事情，或者说街头嘻哈这件事情就离得很远了哈。我觉得就中文说唱里头，龙丹子、国蛋等等有几个，我觉得两个手10个手指真的都可以数得出来，就是在嘻哈给你带来了财富名气之后，但是没有丢掉那种 underground 的感觉的 rapper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用力吐着文字，顺着拍子看我多饿，做我自己，脑子不再只想着第一，是否只在梦里，他们才会把手举起 and bounce like this， 像是最后一次，看我飞的老高，像是最后一次，看他们。真的这种 old school 的 flow 就是很稳，嗓音听起来也很舒服，你的听着听着感觉头都有点昏了，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抽叶子、抽烟、喝酒什么的，这种文字就是看起来平淡，但还是给你带来有那种力量。把手举起来，像是过度饥饿，挥动每一只手，但他们听着，看他们把手举起来，像周遭没有乘客，挥动每一只手，泪让光光青涩，看他们把手举起来的表情我都记得，挥动每一只手，想回到那一刻，看他们把手举起来，直到我觉得这种放 real hip hop 的那种小酒吧真的很有感觉，得找机会去一下，真的好多年没有去了。来自原色。应该是转场到下个 MV。
今天就算是大家听听老歌吧，因为昨天嘻哈圈的 OG 人物 Lil Wayne 发了自己的 Carter 6， 但大家的反响不是很好，所以我自己也是倒着回去听了一下 Wayne 的老歌，找了找感觉，然后我也看到我自己老的这个 playlist 里头有国蛋蛋堡的歌，然后我就再倒回来听了一下这首歌。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每一个 rapper 的每个阶段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昨天如果说一群新人听到了，刚听嘻哈的人刚听到 Lil Wayne 的 Carter 6， 他会觉得这个 rapper 很垃圾，但他不知道现在很多 rapper 的这些 flow 影响都是来自于 Young Money， 都是来自于 Cash Money 和 Wayne Drake 什么 Nicki Minaj， 这都是整个行业都是开头感觉都是 Wayne 打的这个基础。所以说真的是嘻哈真的好像没有捷径，大家就是得一直听歌，一直更新自己的信息。像我听了国蛋的老歌，我也看了他的频道，我就得再从老的歌听一听，然后再听回他现在的新歌，可能够更能理解他的风格变化。我记得当时这个 Diary Freestyle 我很有印象，我觉得我在每一年不知道跟谁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提起里面的歌词，等会儿给大家说。这个 beat 很好听，你看这个时候11年之后也不会觉得这个 beat 很老，厉害。当我刚降落，分不清东南西北，经济舱的你也知道没空间可踢退，手机不曾打卡在陌生的经纬，多少人留下期待高的薪水，浪漫的夜婊子总幻想在路边亲嘴，我说的是那些婊子心里总是虚伪，每个晚上他们就像麻烦把我摧毁，渴望跑车珠宝衣服金卡渴得像是缺水。这句段歌词写得真好，他应该写的是那时候在美国生活吧，但是好像这个歌词放在哪一个大的城市，比如说从一个旧的城市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打拼，或者说从成都到北京去北漂，或者从亚洲到美国来发展，都是适用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都适用。你听讲的内容很浮躁，但是好像是这种浮躁之后，国蛋把很多事情看明白了，然后你又显得很平淡，他唱出来。反应是大声的叫我刚下船的轻敌后面加个黑鬼，消费操你妈的贵的不行。对，刚才那两句确实，这可能说的是美国纽约的事情。城市有多少乞丐在地上跪着不起，还有多少非法移民还没有户籍，什么狗屁在这一点都不光怪陆离，尝试放手那些事情我无法顾及，有时心有余力，但是问题出在距离，想飞得更高，看清楚全世界，我喜欢分享和传导，不像城市念，所有批评和赞美我都致谢，直到在你眼前消失。这种歌词简单的文字写出了一种很大的格局，好听。风筝断了线，点燃那 paper， 那味道 so strong， 我看到电视上好多人精神受创，那些生命财产被不公平的夺走，官官相护最扯的是政府还有总统，发生在我的家，生气到离开椅子，游行队伍抗争时候摇着旗子，谁该负责不只是让民众指着鼻子，统计数字加一，明天也许你或我的名字就是报纸头条，引起全民公愤，上面贪腐也没差，社会缺乏公正，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就像是烹饪。This is a real punchline， 这段写的太好了，再听再听。那是一座贪婪的小岛，被大家公认，金钱可以处理一切，当你揭开那内幕，连他都接受贿赂，借口是没有退路，而那对我还是福尔摩沙，只是一直退步，不再健康，他生病了，不知何时恢复，那是我的最初希望，也是我的归宿，此时此刻多少人后悔选了那几个废物。
抱歉我无法计算，但我体会生命的价值，那无法替换。把人 A 干西北料，他们只想要净赚，铜臭味从一早出门就开始弥漫，等着一夕致富，太多婊子选择给人干，黑头叫着载着川军装着杀人犯，当记者推挤把脸遮住，生怕给人看，或是不在乎的样子，看你有何能耐。从南到北横行无阻，好像没有人在，夹在国文课本里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都变成 bullshit。哇，这句太精彩了，我刚才真的都不舍得打断。我记得当时我最早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记得黑头轿车里头坐着穿军装的杀人犯，然后最后到这一段国文课本里面的忠孝礼义廉耻都变成仁爱变成 bullshit。 我这段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你看它虽然是它结合纽约和台湾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好几年前，但是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放在每一个城市都适用，放在我成都也很适用，放在你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也很适用，就是不公正。你现在看看就是不公正的这个社会，还有现在这种很浮夸的这种比如很浮躁的这个社会氛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哪一个地区或者生活的地方是100%和平。你看看最近发生美国洛杉矶发生的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忠孝礼义仁爱。我再看一下刚才那儿哈，对，你看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游行啊怎么样，我就感觉真的都消失了。这首歌真的是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都记得这首歌。你听，我这两天听一下，我突然感觉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又回来了，就是你自己会去思考国蛋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唱，他唱的是不是就只是台湾，或者说他唱的只是美国。我个人觉得他唱的就是成都，或者说其他别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人敢这样唱出来。所以这就是真正 real hip hop 存在的那个意义，就是你要敢说真话。国蛋敢说真话，那个年代不知道任何社会事件那一年，包括龙丹子也敢说真话，他们说真话也付出了代价，但他们就是敢。这个就是真正的嘻哈里面的什么 money power respect， 他们三个东西都拥有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钱和 power 是他们从 respect 得到了我的 respect， 他们真的就会在这个三件事情上头会一直把一些正能量的思想传递下去。我觉得不管是你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从来不知道国蛋，这首歌都非常非常值得再欣赏。再听一下。发生在我的家，生气到离开椅子，游行队伍抗争时候摇着旗子，谁该负责不只是让民众指着鼻子，统计数字加一，明天也许你或我的名字就是报纸头条，引起全民公愤，上面贪腐也没。我能说句实话，这首歌如果说放在我们成都 CDC 的 rapper 写出来，这首歌都发不出来，在 B 站也发不了。社会缺乏公正，虽然说这个歌词里头谁的名字都没有点，什么细节都没有说，就是非常清淡的歌词，我觉得都发不了。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就像是烹饪，那是一座贪婪的小岛，被大家公认，金钱可以处理一切，当你揭开那内幕，连他都接受贿赂，借口是没有退路，而那对我还是福尔摩沙，只是一直退步，不再健康他是。然后每一个押韵都很漂亮，非常非常的顺。生病了不知何时恢复，那是我的最初希望，也是我的归宿。此时此刻多少人后悔选了那几个废物，
抱歉我无法计算，但我体会生命的价值，那无法替换。把人 A 干西北料，他们只想要净赚。铜臭味从一早出门就开始弥漫，等着一夕致富，太多婊子选择给人干。黑头叫着载着川军，装着杀人犯。当记者推挤把脸遮住，生怕给人看，或是不在乎的样子，看你有何能耐。从南到北横行无阻，好像没有人在。夹在国文课本里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都变成 bullshit。再说一遍，最后这一个 part 太精彩了 ，punchline 真正的 punchline， 最后一句。就看到这儿吧。